俄罗斯不同政治势力对俄乌冲突的看法差异很大，普京显得最温和，西方要清醒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最近，西方军事援助乌克兰已经全面突破红线，主要标志就是开始向乌克兰提供 M1A2、豹2和挑战者2等先进的主战坦克。北约国家这么搞下去，想的无非就是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战败，进而导致普京的下台。但是西方国家可能忽视了一个更加残酷的现实，在俄罗斯国内的各派政治势力之中，普京仍然是一个对西方最温和的领导人之一。目前在俄罗斯国内有几种关注乌克兰战场的力量，一是战地记者的和尚，也就是以军事博主为代表的网络意见领袖。这些人或者是俄皇派，或者对俄罗斯军队的表现严重不满，是一些对西方极端强硬的民间政治力量。比如被中国人称为斯岳飞的斯特列科夫，他的爱国声音在俄罗斯国内非常有市场。这些人不反对俄乌冲突，只是在批评俄军的软弱，对克里姆林宫持怀疑态度，甚至支持俄军使用核武器。对于俄罗斯政府而言，这些人存在的好处是他们都支持俄乌冲突的正义性，坏处是其发出的声音严重降低了俄罗斯民众对俄军的信任。第二类政治派别是雇佣兵企业和政治军阀，其代表人物是经营着瓦格纳雇佣兵集团的叶夫根尼·普里戈金和长期担任车臣领导人的卡德罗夫。不管俄乌冲突如何发展，雇佣兵为了挣钱想要战争长期化，而卡德罗夫属于地方军阀。这两个人的地位在开战后已大大提升。由于他们半独立于俄罗斯武装部队，对整个俄罗斯政治生态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。他们都忠诚于普京，未来呢还有可能影响俄罗斯的政治和战争进程。其共同的特点是同样都反美。第三类人是以爱国排外为代表的政治人物。俄罗斯的有些反对党议员在信箱提出尖锐的反西方主义的立法。由于战争的艰难，愤怒的爱国者不是批评战争，而是利用战争来推进自己的职业生涯，也就是通过表达对西方的强硬来获得民意支持。要注意，在俄罗斯的合法政党中并不存在西方的盟友，反而是普京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最为温和。所以一旦因为俄乌冲突导致俄罗斯政坛出现变化，西方必将面对一个更加强硬的核大国，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噩梦。总体而言，在俄罗斯的政治光谱中，亲西方的力量过于弱小。这些势力现在又因为俄乌冲突被压制，或者被从政治体系中剔除。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的任何损失，只会增加普京对乌克兰使用更强军事动力的压力。俄罗斯军队行动的合法性并没有被动摇，反而使政府和军事领导层感受到的民间压力更大。所以我们才看到俄罗斯要扩军到150万人，并全面加速军工生产的情况。所以不管俄乌冲突如何发展，战争都在进一步增强普里戈金和卡德罗夫的实质性政治权利，同时呢，还培养出了一批忠于普京并适应战争的团队。因此，俄罗斯只会变得更加敌对西方，并且不会在乌克兰战场认输。2024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，普京可能仍是唯一的胜利者。俄罗斯或许过得比较艰难，但是他们也不会让西方好过。就算普京下台了，西方国家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更加强硬、更加反西方的俄罗斯。双方关系的缓和前景可以说是相当黯淡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